尿酸超标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，不仅会引起痛风，还会导致肾结石、糖尿病等，严重的还会诱发肾衰竭。那尿酸超标身上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：关节肿大、疼痛。当体内尿酸超标时，很容易沉积在关节处，这时呢，腿脚关节呢就可能会出现肿大、剧烈疼痛的情况，一般都发生在晚上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注意一下尿酸值了。表现二：出现痛风时，如果体内尿酸偏高，会引起痛风。这时大量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处，导致痛风时出现，一般呢会在踝关节、脚趾关节处，所以出现痛风时也要多控制尿酸。这两种表现如果你都没有，说明尿酸控制的还行，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，也可以用玉米须或者是蒲公英泡水喝。这两种食物都有利尿消肿的功效，能够促进尿酸排泄，对降尿酸、预防痛风有帮助。好的女人晨起上厕所会有3个共性，若你也有，恭喜了。第一个，尿液颜色正常。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清澈透明的，如果晨起上厕所尿液发黄是属于正常现象，但如果发现尿液颜色发红或者是伴有血丝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了问题，大家需要注意。若尿液颜色正常，说明子宫还很健康。第二个，排尿没有疼痛感。女性朋友如果子宫健康，那排尿的时候应该没有疼痛感，但如果排尿时出现刺痛的感觉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能是尿道感染导致的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。第三个，尿液没有异味。晨起上厕所时，如果发现尿液中有难闻的气味，也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，大家要注意。若没有，说明子宫还算健康。所以女性朋友上面这3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说明子宫还不错，但如果没有，就要及时进行调理了。前段时间啊，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最近呢总是休息不好，晚上睡觉一到凌晨3、4点就醒了，那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，导致第2天也没有精神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么或许和3种因素有关。第一，更年期。很多女性45岁后会进入更年期，这时就会有内分泌紊乱、激素分泌异常的情况，就可能会导致总凌晨醒来。第二，肝火旺。因为凌晨是肝经比较活跃的时间，如果有肝火旺的情况，就可能会让你凌晨醒来，同时还会有咽干头痛的现象。第三，脑神经衰弱。如果你过度疲劳、用脑过度，就可能会使脑神经衰弱，这样睡觉时就会有睡眠浅、易惊醒的情况。建议大家要多多休息才行哦。因为最近老是失眠的我想起了一句话：我就要哭，我就要闹，一宿一宿不睡觉，手里拿瓶安眠药，拿根小绳要上吊。哎，失眠真是太痛苦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呢就给大家推荐2个小动作，睡前做一会儿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1. 躺在床上，抬高双腿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小腿和床面平行，坚持个3、5分钟。抬腿呢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2. 用10个手指梳头，要用手指肚，要不容易把头皮整坏了。那这样按摩头部呢，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放松大脑，也能够改善睡眠哦。哎呀，这太简单了，你肯定能一学就会。中老年朋友会有经常睡不着觉，总觉得头晕头痛的问题，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将2物塞进枕头里，有舒筋通络的作用。这2物就是决明子和残沙。决明子应该很多人熟悉，决明子主要含有维生素 A、大黄素、决明素等物质，具有舒筋通络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将它放入枕头里，枕着睡觉，可以使经络气血畅通，能保护脑血管，帮助改善睡眠和头晕头痛的问题。残沙。残沙是家蚕的干燥粪便，可以入药，有很好的祛风除湿、安神醒脑的作用。那枕头里放点残沙，也能够帮助保护大脑，改善睡眠。长期使用的话，可以帮助疏通头颈部的气血和经络。生命在于运动，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。
如果我们每天坚持走路，确实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走路可以加快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还能够帮助增强骨骼和肌肉力量，锻炼心肺，增强肠胃蠕动，增强体质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走路时要注意3件小事，要不然走再多也白搭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第一，注意走路的姿势。走路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走路姿势，要抬头挺胸，收紧小腹，手臂自然的摆动，还有尽可能的迈开大腿。只有正确的走路姿势，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。第二，注意走路的速度。走路的时候，可以在饭后半小时进行。走路的速度不要太快，要不然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走路时保持匀速，以每分钟走100步的速度是最好的。第三，有规律的走。如果想要走路锻炼身体，平时要养成一定的规律性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每次保证行走30到60分钟，每周至少达到150分钟的运动量。所以大家在走路锻炼的时候，多注意上面这3件小事，才有助于身体健康哦。走路呀！现在的朋友圈啊，不是晒美食、晒自拍，就是晒步数。你要是一天没走个2-3万步，都不好意思晒。运动呢，本来是好事，但是过量运动就不好了。那走路是越多越好吗？每天走多少最好呢？下面呢就跟木子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对于年轻人来说呀，每天走个9000步到1万步呢是最好的，这样有助维持心肺功能的健康，也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。但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就不同了，因为呢老年人的骨骼和其他方面都开始变脆弱，所以不能超负荷运动。那每天走6000步左右是最合适的。所以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走路太多对身体是无益的哦。在血压高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也逐渐的向年轻人蔓延。当血压高时，经常呢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那该怎么调节血压呢？可以试着按压手上的降压点。这个降压点呢，就是神门穴。神门穴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。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上的重要穴位，在手腕上，腕掌侧横纹尺侧端，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从小手指延伸下来，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。找到之后，可以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进行按揉，睡前按揉5分钟左右。两侧都要按到。神门穴有很好的宁心安神、补益心气的功效，经常按摩对降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心悸、失眠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高血压除了用药物和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少吃咸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帮助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也可以预防血压升高。便秘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能会出现。便秘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便前按一按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大帮助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手上的通便穴商阳穴，在我们食指末节桡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的地方。商阳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按摩时我们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握住食指的两侧，揉捏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一次，力度适中。除了按揉外，还可以用刮痧板刮拭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按摩商阳穴可以旺盛大肠经的气血，调节消化道功能，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经常按一按，能很好的改善便秘的情况。长期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避免久坐不动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还有坚持运动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对压力的加大，很多人的身体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养生意识也越来越强了。养生的方法有很多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压我们手上的万能穴。这个万能穴就是合谷穴，合谷穴在我们的虎口处，属于手阳明大肠经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将食指和大拇指并拢靠近，在虎口处会有一个肌肉隆起的地方，在肌肉的最高处就是合谷穴。
按摩合谷时，可以用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稍微重一些，感觉有酸麻胀痛为宜，每次按揉50次左右，左右2个穴位都要按到。经常按摩合谷穴有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对调节血压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合谷穴还有祛风解表、通络止痛、排毒的功效，对缓解头痛、腹痛以及便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说，按摩合谷穴真的是好处多多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按一按，这样既不耽误时间，也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，帮你赶走小病小痛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